这次旅行只发生了2件事儿，我想分手和我舍不得。早在今年2月份，我和男朋友就定好5一要去厦门旅行，我还提前做了很多攻略，把每一天都安排得非常完美。但没想到当晚飞机刚落地就发现问题，我们到达高崎机场的时间是凌晨1点多，而订的酒店却是第2天中午才能入住的。由于节假日的原因，附近的酒店宾馆都被订满，所以大半夜我们俩没有去处，在机场出口愣了半个小时没动。我忍不住吐槽他为什么连订酒店这种小事儿都能出错。他虽然自知理亏，但还是把我连带着也吐槽了一下。当时我不是给你看过酒店订单吗？你不是也没发现吗？我听到他这个话，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。我跟他说这事儿赖不上我，他倒是变脸变得很快，立马笑着道歉，说怪我，你放心，我一会儿保证安排好。然后我看着他又怂又坚定的样子，顿时消了气。我突然感觉我们好像老夫老妻一样，总能一瞬间捕捉到对方的小情绪，也能很快用自己的方式缓解他的不安。可能这是种默契。后来他带我去了一家有名的烧烤店，凌晨2点还开着。老板是一个退伍军人，嗓门很大，也很热情，但这并不影响他动作利落，一边嘴上招呼着我们，一边手不停地在烤着串儿，不一会儿就把菜上齐了。坐在我们隔壁的也是一对情侣，看起来很年轻，20出头。男生穿着白色短袖和灰色短裤，看起来简单清爽。女生穿着一条淡紫色的碎花裙，感觉人很温柔。吃饭期间，男生一边给女生剥小龙虾，一边问她辣不辣，要不要喝水。女生就开心地跟他分享自己上班遇到的人和事儿，还不忘给他夹菜。这种温柔的甜蜜和嘈杂喧嚣的环境似乎显得格格不入，但我却格外羡慕。其实刚恋爱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这样的时刻，但在一起2年之后，好像一切都平淡了很多。我不知道从哪天开始，他吃饭的时候不再问我咸不咸辣不辣，不知道从哪天开始，我们约会见面的时候不用刻意打扮，也不知道从何时，我们已经不在乎去表达爱这件事儿。仔细想想，我们好像都丢了很多情侣应该有的样子，没有打情骂俏，没有甜言蜜语，也不再拥有仪式感。在我羡慕别人怀疑自己的时候，一回头发现我男朋友把盘子里的葱花都挑出来了，因为他知道我不爱吃，甚至把每串烤肉当中的瘦肉都留给了我。虽然他什么话都没说，但在那个瞬间，我觉得很温暖。之后几天的旅行和我们计划中的安排一样，去沙滩看日出，去鼓浪屿打卡美食，还去了南普陀寺求事业。他没有给我拍出什么好看的照片，我也没让他买什么贵重的纪念品，但那几天我过得特别开心。我记得在围城当中有一句经典对白，像咱们这种旅行最试验得出一个人的品性。旅行是最劳顿最麻烦叫人本相毕现的时候，经过长期苦旅行而彼此不讨厌的人才可以结交做朋友。在谈及婚姻时，他写道，结婚以后的蜜月旅行是次序颠倒的，应该先同旅行1个月，舟车仆仆以后，双方还没有彼此看破，彼此生厌，没有吵嘴翻脸，还要维持原来的婚约，这种夫妇保证不会离婚。旅行就像一个小型的婚前试验，对行程的规划，对突发情况的处理，身体疲惫时候与人相处的状态，对陌生环境的适应，2个人之间消费观念的差异等等，都会在旅行中密集的展现。如果在旅行中2个人还能保持高度的契合配合，相互认可，互相扶持，那相信
他们能走得很久。因为你知道，即使这个人并不完美，但他是那个对的人。